弟兄们，边地新规，发配妇人登记后，可由军士作保领回帮工或家眷，需报备卫所。无人作保的，统一送往团田营劳作。重度风寒未愈，3日后还要去前沿斥候岗。我仅剩的2点军功，本该留着换药。沈老弟，你可是咱最年轻的武长，不如作保领个人回去照料起居。王百夫长，别拿我开涮，我得留着换药。大嫂，沈家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沈烨，我爹已是兵部侍郎，你一介普通士卒，与我家门第不符，这婚事作罢。林玉茹竟也到了这里。王百夫长，我的军功全作保，这2位我带回去照料，按规矩登记。沈烨，是你？好，沈老弟有魄力。还有一位苏姑娘，一并交由你照料，记得报备卫所，军功扣除。3日后前沿斥候岗，别忘了归队。小叶，你怎么病成这样了？沈烨，你拿换药的军功作保我们，3日后去了前沿岗，你保得住谁？闭嘴！再扰人心，我便按规矩送你回屯田营。别吵了，小叶，沈家被牵连获罪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了，你不能倒，沈家还得有人撑着。沈家出事，大嫂还拼命护我，这个家不能散，我竟扛过来了。3日后的前沿岗，我自己去闯。沈烨，你昨日动静不小啊！这位林姑娘既懂礼数，不如请回我府中做事。你一个边军武长，养得起吗？马相生，强扰军属，按军律可押送卫所处置。你病好了？这里是边军卫所辖地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沈烨，咱们走着瞧。他竟真的敢挡在我前面。小叶，军功全作保了，家里没粮，明早我去寻些野菜，这是我私藏的，舒婷姐煮了给大家吃吧。沈武长要去前沿岗，不能饿着。这位高门跟进，终于知道低头眼前日子了。我叫苏凤玲，年19，西蜀流亡武者。沈公子雇了我们，我不白吃饭，我可教你踏雪无痕的身法要领，条件是往后多击退北莽来犯之敌。成交。提气，气沉丹田，身随风动，不是快，是稳。力量与身法都稳了，3日后的前沿岗，谁是累赘还不一定。马相孙放心，3日后的前沿斥候岗，我会把沈烨安排在最吃紧的位置。好，等他失了势，我再去寻那几位姑娘。有水了！沈烨，王百夫长行事太过不公，他给你发钝刀，还命你今夜前往前沿赤叟岗监扛旗官。兄弟，这钱你拿着，去城西老铁匠那儿换件趁手的家伙，至少能保住自己。这份情，我记下。这是给门神雕像打配饰剩下的废铁，24斤，不好用。我买下，劳烦师傅替我包住握柄。大人，那就是被派去扛旗的沈烨。好臂力，这样的人怎会一直埋在武长里？这一局，我定要闯过去。柳大人，马家堡前沿哨所遇北莽军士冲击，王虎所部求援。黑云旗整队，旗不能倒！挡住，都给我挡住！旗在，人心就在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好阵手！退入巷道，借地形守住哨所。沈烨，他们攻不进来。不要乱，盾靠墙，旗在中，伤员先退。这人太厉害了！500重旗是主力，撑住！只要黑云旗赶到，马家堡就还有救。旗不倒，阵不散。宿阳城柳芳在此，黑云旗冲散敌阵。是你带人守住马家堡，众兄弟合力，我只是守住旗。大人，若无沈烨，哨所早乱了。王胡，前沿遇敌时，你在何处？先带回卫所，按军律问责。火线拔桃局，沈烨升10长，赏玄甲1副，银两若干，记功入册。谢大人，我愿继续守边。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。宿阳城需要你这样的兵。王胡，哨所遇敌时，
你是否擅离指挥？大人，我一直在组织防守。大人，当时王百夫长躲在哨所里，是沈师长带人稳住了阵脚，击退了敌兵。王胡临阵失责，按军律处以杖责，革去百夫长之职，降为普通士卒，戴罪立功。边军若要站稳，军律就不能只是说说。兄弟，经此一战，你像换了个人。不是换了，是知道自己不能再倒。实战经验大增，气力也更胜从前。接下来，要让家里人真正安稳。你回来了，平安就好。恭喜沈师长。大嫂心里还有结，得解。大嫂，这些银两你收着，家里吃穿，往后不用再怕。小叶，我如今只是发派来的妇人，你已是师长，别因我被人看轻。你是沈家的长嫂，也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往后我定会护你周全。这个家不是你拖累我，是你让我知道我还有家可守。你悟性进步很快。不是悟性，是心里稳了，实力又进了一步，守好边境，护好百姓。这个世道总得有人撑住。如今的实力应对寻常敌将已绰绰有余。沈烨，王胡被降职后仍心存不满，他给你分了30亩荒地，要你1个月交屯田粮。天寒地冻，荒地怎么长得出庄稼？未必没有办法。我曾在古籍上见过暖窖储菜之法，再配合暖土肥田，冬日也能种出耐寒菜蔬和杂粮。冬天种菜，这能成？羊毛织保温，油布帮风，木架撑起暖窖，再把井水引过去，先是1亩。若真成了，边军冬粮能解1大半。油布和木架，我知道城里哪家有。好，明日去取物资，先把暖窖搭起来。土硬，但下面不死，只要保住温度，能活。兄弟，你要是真种出来，王胡那点刁难就成笑话了。不是为了笑话他，是让兄弟们冬天有菜吃。王胡虽降了职，但这库里的农具，你们不能随便拿。我们奉屯田命册开荒，取农具登记即可。哼，没有百夫长手令，谁也别想进。今日谁愿随我开垦荒地？1月之后，按军中屯田规矩分发新鲜粮菜，出力有计，人人有份。我们自愿跟沈师长开荒，屯田有功，不算违令。你们这是反了！再敢扰乱军心，我便按军律将你押去见千夫长。兄弟，这架是真像那么回事儿？先把风挡住，再把土暖起来，能不能成，靠大家双手。刘大人，宁远城失守，北莽大军正在苏阳推进。大人，苏阳危急。宿阳城防务坚固，我等定能坚守待援。传令各营整备城防，不许扰民。出事了！先把暖窖盖稳，再回营听令。粮要种，城也要守。沈师长，这土冻得太硬，寻常锄头不好使啊！别硬砸，先开沟，再破面。破！好力气！照这法子，真能把暖窖搭起来。干得漂亮！铁牛，去买些肉，今晚所有出力的兄弟都有热汤喝。沈处长威武！嫂嫂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天越来越冷了，你天天在外操劳，我帮不上别的，只能做点缝补。快试试，合身吗？合身。你是沈家的长嫂，也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我会护好这个家。你平安回来，比什么都强。有家可守，有人可护，这身力气才有用处。北莽若来，我便守住马家堡。苦马思风过，国破泪沾肠。神伤望故里，心痛断肝肠。边关将士守城，事里不该只有悲声。这是南前诗仙王牧的名冤。沈师长武艺超群，可诗词一道，未必懂。守边之师若只会哭，就撑不起城墙。难不成你有更好的？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
不教胡马度阴山，这等气魄，竟像是为边关而生。诗不是用来压人的，是用来立心的。边关未稳，先别泄了士气。沈烨，出大事了！宁远城失守，北莽大军正往宿阳压来。军令贴出来了，先锋营10日后程夜袭。王胡的亲信还点了你的名，说你要扛旗先登。10万北莽大军，咱们这点人去夜袭，怕是凶多吉少。王胡那帮人就是想借军令刁难你。军令未必能改，但人不能等死。你想怎么办？10日足够把先锋营练出个样子。真冒芽了，这暖教法子真成了。粮菜有盼头，命也要靠自己争。10日后夜袭，若有人想让我们做前头的耗菜，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从今天起，吃饱肚子，按阵练兵。我们不是去送命，是去守住身后的家。这是那群新兵。全军整队，记住，守阵、护人，听令。听沈师长号令。那边人少，跟我去抢头功。回来，别散阵。那不是散兵，是斥头精锐的诱饵。南前新兵来得正好。救命啊！步兵遇上骑兵，怎么挡？按我教你们的，3-3制散阵，结阵。长矛在前，刀盾在后，磨刀在侧，成倒三角。破阵法也想拦骑兵？稳住，听我号令。挡住了，真挡住了！先拿下那个指挥的。破阵不靠蛮力。敌方百夫长被拿下。穷寇莫追，收拢队伍，登记军牌和兵器，救回受伤兄弟。沈师长威武！沈烨，是敌军百夫长军牌，按军规，这可是大功。还有这封密信，上面竟有南前官印。北莽许诺之条件已足，宿阳防部阵图已附，10日后夜袭，吾将打开北门。马知府，马知府，马相顺背后的靠山竟与北莽暗通消息。今晚的夜袭不是突围，是陷阱。边军主力危险了。铁牛，立刻带兄弟们退回马家堡卫所，守好暖药和阵地。没有军令，不许乱动。那你呢？我去给柳方千夫长报信。北莽怎么会提前知道夜袭路线？先锋营刚进就被围住了。止步！指挥所不得擅闯。马家堡师长沈烨有紧急军情，求见柳大人。让他进来。刘大人，请看，马知府，他竟敢出卖城防，全军停止夜袭，立刻向宿阳城回撤，沿途不得扰民，伤兵先行。这封信你从何处得来？我带马家堡新兵困住敌军百夫长，从其随身文书中查获。待新兵破誓后，还查出通敌密信。沈烨，你立了大功。按南前军规，斩获敌方百夫长者，可升任屯保百夫长。柳大人，我想守马家堡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马家堡百夫长。我再拨50张强弓，100把朴刀给你。谢柳大人，别急着谢，主力回撤，必须有人断后。马家堡阵地卡在北莽追击侧翼，我要你守2个时辰。有我在，北莽人过不了马家堡。沈烨，你擅离阵地，还敢回来？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柳方千夫长军令在此，从现在起，我任马家堡百夫长，接管阵地防务。你怎么会有百夫长令牌？我以立功受命。王胡，你临阵畏缩，扰乱军心，按军律处置，降为士卒，戴罪立功。若再生事，押回宿阳问责。拜见沈百夫长。都起来，现在不是行礼时候。换装，新刀分给前排，强弓交给会射箭的，每一箭都登记，战后归库。沈大哥，
人数不少。身后就是马家堡，今晚阵地不退。许盾，弓箭手听令，压住前排。人太多了，挡得住吗？看着我，阵不散，就挡得住。马家堡一旦失守，素阳侧翼就开了，不能退。小叶，我们在家等你回来。兄弟们，身后有家人，有粮窖，有我们刚种下的活路。今日守住阵地，明日就有热饭吃。守住阵地！守住阵地！国旗补位，右翼压住，不要乱追。南前百夫长，敢不敢出来？我守的是阵，不是城墙。想破阵，先过我的人。让开阵地，饶你们一条路。马家堡的人不靠求饶活着。3组前压，2组侧锋，攻守断后路。敌将被困住了。放下兵器，可留性命。敌军退了，马家堡守住了。神拜护长威武！好小子，守住侧翼，逼退敌军。这500两赏银是你应得的。8日之后，北莽必会反扑。这2座山坡是咽喉要道，我要你在此设伏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我要30名有射箭经验的部卒，再要一批改良强弓和制式箭士，资深弓督要守城。我最多给你30名普通部卒，足够。只要训练得法，普通部卒也能守住要道。神拜护长又要打兵器，不是私造。柳大人已准我整备马家堡防线，我需要一批更省力的强弓和军中规范箭士，按军械规范登记，造好后直接送马家堡入库。能做，只是7日赶工得加人手，按工钱付，不亏待工匠。神拜护长放心，7日内送到。小叶，你如今都是百夫长了，怎么还总在最前头？我若只躲在后面，兄弟们怎么信我？都是些擦伤，不碍事。你是百夫长，更该保重。今晚我守院，你好好歇。好，明日还有攻守要练。一场场守下来，身子骨硬了，心也稳了。接下来不能只靠一股麻力，要靠军规、阵法和人心。一个人下棋不觉得无趣吗？我吃黑，你吃白，来一局。沈百夫长，武艺我不如你，但围棋一道我师从京城名师，你若输了可别恼。落子吧，你一直想求妙手，可战场和棋盘一样，先守住大势，才有机会反攻。读兵书也能下棋，手边的人不能只会用力。你这棋路不像寻常武夫。副长，苏阳城送军械和新兵的人来了。沈百夫长，柳大人有绝密急行图相赠，还请速速查收。开门，军情要紧。沈百夫长，这是宿阳周边敌情图，柳大人特意交代，图上白风寨一带有被困官员和百姓，需要尽快救出。宁远城破后，有一批文官参将和随行家眷被白风寨扣下，若你能救人并清查匪寨，马家堡可免1年2役。柳大人不想主力分兵，却也给了马家堡一个证明立功的机会，请转告柳大人，马家堡接令，救人清查登记缴获，一样不会乱。沈夜，白风寨易守难攻，几个卫字所都没动成，咱们这100来号人真要去？硬冲不行，就按图找路。山匪以为后山是天险，守备必松。我们从旧道摸上去，先断信号，再打开寨门救人。不抢攻，先救人，再清点物资，粮草兵器一律登记入库，能补马家堡，也能让兄弟们练兵。今日行动不为逞勇，白风寨扣人抢粮，乱了边地秩序。我们奉令清查，救出被困的人，收回被夺的粮。铁牛带70人正面牵制，不许冒进。30名脚程稳的，随我走后山旧道。记住，能拦则拦，能压则压，不许乱伤人。听令！脚踩实，手抓稳，宁可慢，不许乱。前面就是后门，按计划行事，先封哨，再开门。是。南前边军奉令清查白风寨，
放下兵器，登记问话。就是现在，33支阵型推进。放下兵器者，押到东侧空地登记。粮草、战马、兵器全部封存清点，不许私拿。沈百夫长，正门已控住，剩下的都愿意登记受押。外面的军爷救人，我是宁远城参将。南前边军，你们哪个营的？怎么现在才来？马家堡百夫长沈烨，奉令救人清寨。区百夫长，办事如此拖沓，本官在此受困3日，你们该当何罪？我们拼着风雪来救人，你连句谢都没有，放肆！本官乃宁远城参将，回了宿阳，我定要参你们一本，立刻给本官备马，再分一半兵力护送本官回城。若有闪失，你担待不起。按军中救援规矩，先验身份，再登记随行人员。刘大人，请出示腰牌和随行文书。逃亡路上弄丢了。无腰牌，无文书，便先按被救人员登记，押送宿阳后交柳大人核验。若你确是参将，自有军法还你身份。你敢押我？我是护送，不是私审，军规在此，谁也越不过去。沈百夫长，9个匪首带着金银细料，想从后坡小路逃走，还不快去追？耽误了剿匪，你担得起？攻来！人拦住了，金银也封住了。剑术不错，现在备马护送本官回宿阳。刘大人，身份为何？先按规矩走。本官这身甲就是证明。军规认牌，不认衣甲。你们都能证明本官身份？我能证明他是谁，也能证明他做过什么。我父亲秦中参将守宁远城时，本可稳住城门，是刘慧擅自带走精兵，才让守城空虚。随行残兵皆可作证。秦姑娘所言属实。你胡说！我那是战略转移。既有多人证人，又无腰牌文书，刘慧暂购参将身份，押回宿阳交柳大人审查。区百夫长敢动我？我不动私刑，只押人归案。白风寨所有人犯粮草、金银兵器全部登记造册，被困人员安置休整，明日护送回宿阳。沈百夫长，我等原属宁远城骑兵，宁远失守后被困于此，不愿再受刘慧牵连。若您不弃，43名骑兵愿意入马家堡，按军规听用。你叫什么？原宁远城骑兵百夫长孙连战。同为百夫长，在我手下先做伍长，你可愿意？军中看本事，也看军令。孙连战愿意。好，马家堡缴获战马37匹，先交你统管，立下战功，我为你请赏。遵命。沈大人，我们和刘慧不是一路人。我不听空话。诸位既从宁远逃出，请按所见所闻写下证词。宁远失守白风寨寇人，刘慧擅离职守，谁知道什么就写什么。证词要署名画押，送到宿阳后交柳大人核验。写实情的人，我派人护送；故意作伪的人，按军法问责。马知府通敌，刘慧擅离，地方官暗中往来，这些证词终于能串成线。铁牛，将证词封存，派人护送各位回宿阳。沈大人，寨中有人受寒受惊，若不及时照看，恐怕会拖成大病。你会医理？家父在世时常请医师入府，我读过医书，也照料过军中伤病。若大人信得过，我愿帮忙照看被救之人。秦姑娘，你若愿意，马家堡缺随军医师，我以军中聘书请你坐镇，月薪按规矩发，不以身份归待。秦金莲愿为马家堡效力，也愿替父亲守住边地。所需药材和布料列清单给铁牛，按规矩调取。放心，记账入库，一样不乱。沈大人，刘慧一个亲信趁乱带着2袋金银跑了，往宿阳方向去，属下失察，愿受罚。跑去报信也好，马香还越早动，露出的线索越多。大人，你办事不细，该罚，但罚不是要你的命。带人回马家堡，把旧暖窑再扩100亩，做不完军功扣办。属下领罚。沈大人，这些物资足够马家堡撑一阵了。都要入库登记，7日后的北莽反扑，才是真正的硬仗。叔叔，沈烨清查白风寨，救回被困人员，还拿到了刘慧和马知府一线的证词，此子有勇有谋。马知府通敌证据见轻，但地方盘根错节，不能急躁。沈烨这把刀锋利，也守规矩。秦中参将的遗孤秦金莲也被沈烨请成了随军医师。秦中乃我旧友，
秦金莲留在宿阳，难免被人牵连；留在马家堡，反倒能避开文官算计。你一份互荐文书和居医聘书，再送一批银钱、布匹、药材，明面上是抚恤忠烈之后，实则给马家堡撑腰。明白？你说什么？刘慧被押回宿阳，白风寨的金银和证词全落到沈烨手里了。马老爷，沈烨如今兵强马壮，还收了骑兵和秦家姑娘。他这是断我的路。沈烨，你敢查到我头上，就别怪我反手一局。去找可靠的人，7日后的夜间行动前，先毁掉马家堡的军械图和账册。我要让沈烨自顾不暇。这是宿阳城里的好手艺。这回白风寨收管的东西，总算有几件能给家里用。嫂嫂，别低头，你撑起这个家，比任何铜镜都贵重。你如今忙着军务，还惦记这些？家里稳，我在外面才稳。沈百夫长，柳将军嘉奖你清查白风寨，也感念秦中参强救功，特送户籍文书、军医聘书、银钱布匹和药材。柳将军说，秦姑娘若愿留在马家堡，便以正式随军医师身份入册，任何人不得拿旧事为难。沈大人，咱们马家堡这回是真有底气。沈大人，柳将军这份户籍是在替我遮风挡雨。你是忠烈之后，也是马家堡的军医，这里按规矩护你。可你为何不孝？柳将军送这么重的物资，不只是嘉奖。7日后北莽大军必会反扑，马家堡要盯在侧翼。所以这些是备战物资。对，风暴要来了。秦姑娘从今日起正式入马家堡军医册。柳将军还说，马家堡若守住7日后的反扑，另有重赏。替我谢过柳将军，马家堡绝不后退。秦姑娘，外面风大，先回屋暖暖。多谢淑婷姐。沈大人连日操劳，肩背多有旧伤，无需逞强。今晚先做外敷和热敷，缓过来才好练兵。听医师的。军中缺医，也缺人信医。大人肯听劝，马家堡才有长久。我以前只想着冲在前面，能让大家活下来的人，也是在打胜仗。刚处理完伤，不能再硬练。不硬练，我想明白了，剑谱不是拿来照搬的。清灵可戒，沉稳不可丢。马家堡要守的，不只是一场胜负。柳家剑谱重在步伐和节奏，铁脚重在稳，合在一起，便是守中带攻。能收得住，才是真本事。正面动不了沈烨，就毁掉军械图和账册。马香林要的是让马家堡乱起来。7日后要大战，粮草军械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你是谁？把图纸给我，我不为难你。这是军械账册，你敢动，就是军法大罪。沈烨，有人偷军械图！马相爷派你来的，不用打，人和图纸都在，证据也在。账籍没丢。押去卫所，按军法问混。马香韶这条线终于伸进马家堡了。7日未到，他们先急了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图纸和账簿都在。马相爷派你来的？我只是走错了地方。走错地方会直奔军械账册，会挑我练兵时翻后院。沈大人，有马府库房的印记，人证物证都有，押去卫所，按军法问换。为了几张图纸硬撑，不怕。7日后要守马家堡，图纸丢了，兄弟们就少一分活路。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全宝的命，所以更不能丢。沈百夫长，弓和制式剑送来了，按您给的尺寸和加固法做了，全部登记在册，没有多造一件。做得好，先送教场，不私分，不外传。明白。军械入库，谁领谁签字。马祥神想回我们的图纸，说明这批弓真能让他害怕。这批弓是军械，不是玩物。
无令不得私带。沈大人，试试。200步外还能中靶？靠攻也靠训练。今日起，所有弓手练站姿呼吸，听令齐发。骑兵队听令，控马慢行，不扰布阵。步兵守阵，弓手压线，骑兵只负责侧翼牵制，谁敢乱追，军法处置。那个骑马的是孙连战，马家堡兵力比册上多了些。白风寨被困残兵已登记归入马家堡，回头补册。刘大人，这批弓射程稳，若能推广，守城压力能许许多。那小子守规矩，也能变出新法子，难怪马相州坐不住。好一个不羁协同！沈烨，你给马家堡练出新迹象了。参见柳大人。免礼。把弓给我看看。结构稳，力道省，军中部族也能学，不是花架子。好，哈哈哈！有此弓，有此阵，马家堡能多守一口气。7日后的反扑，苏阳外围各屯堡都会吃紧。马家堡是侧翼咽喉，北莽不会放过。马家堡已备战，粮草、军械、伤病、骑兵都登记清楚。这是我的随身信物，若你守住马家堡，我亲自向柳木人将军保举你为千夫长。我不要虚名，只要守住马家堡，兄弟们该赏的军功，一分不能少。好，军功册我替你盯着。有个屯堡挡过我军侧翼，正是马家堡沈烨。明夜反扑，分兵压住马家堡，不要恋战，破其阵脚，打开宿阳侧翼。沈百夫长，阵法和弓箭不错，但若敌军贴近，进阵压力更大。我想用木阵测试你们的应变。沈烨，陆六是重阵教头，他挑问题是为你们保命，请陆教头布阵。若正面被压，怎么办？不能硬顶，要卸力分流。人少就不能拼蛮力，阵火，人才能活。沈百兵长，陆六服了。你的阵法不只会守，还会救人。沈烨，我今日来还有一桩情报，北莽那边有人盯上你了，马香林也可能暗中推波助澜。明日夜间行动，防敌也防暗箭。多谢柳大人提醒，马家堡不怕明处的敌，也不会放过暗处的手。我一个新任百夫长，北莽未必舍得单盯我，若有人在背后递消息，多半是马相申。大战在即，马家根深，我暂时不能动他。那就先守住马家堡，只要他再伸手，就留下证据。全军听令，暖窑留人看守，农具入库。今日起，甲不离身，军械不离侧。明夜北莽可能反扑，马家堡是侧翼第一道防线。骑兵队随时待命。我回来了。沈烨，明夜之前，有些事我该说清楚。你说。你可知我到底是谁？9天玄鸟，西蜀皇室图腾。你是西蜀旧人？我是西蜀末代女主苏凤玲。国破之后，我被旧臣拼死送出，又在南黔边地被人混入发配队伍。我不是想瞒你，只是从前说出来只会害人。西蜀内乱，边防失守，我亲眼看着故国散了。我逃到南黔，本想求援，却被人构陷，险些再无归处。直到来到马家堡，我才知道，守住一个地方，靠的不是恨，是有人愿意站在前面。你想让我替你复仇？我想请你活着回来。若将来有一日能查清西蜀旧案，
我愿按规矩讨回公道。可明夜，你先守住马家堡。我答应你，不是为了复仇，是为了守边护民，也为了让那些旧案有被查清的一天。我会在家里等你回来。关好门，等我回来吃饭。小叶，明夜之后，你一定要回来。粮草账册我会收好，药包都备好了，伤兵回来就能用。西蜀旧案我会等，马家堡你先守。人心稳，军心才稳。守住马家堡，不靠神怪，只靠规矩、粮草、阵法和人。沈大人，子时快到了，别急。是先锋营，王虎也在。他们是诱饵，北莽主力很快会跟上。所有人，等我号令，不许误伤自己人。马乡绅把我丢进先锋营，这是要我当挡箭牌呀！敌军来了，快退！沈大人，人太多了，先打前锋，不贪多，挡住他们的速度，给柳芳撤回回正时间。攻守，第一轮打马前雪地，逼停阵脚。山坡上有伏兵，举盾，散开！不追，不乱。第三轮，压住中路。挡住了！这是第一口气，后面才是真硬仗。左坡3组压住侧路，右坡2组，别让他们超后。他们被卡住了！不是靠射得多，是靠射得准。追兵被压住了，像是神社营接应。不是神社营，是马家堡，是沈夜。他们叫援军了，那就说明我们把他们拖住了。别给他们从容集结。山坡上是哪一营？回将军，是马家堡，兵侧就有载100余步兵，前几日新补残兵和骑兵，正在补侧。一座屯堡，拖住北莽前锋，为柳芳争出退路。沈夜这人得保。将军，标下未能完全烧毁敌方粮草，特来请责。请责以后再说，带1300名精兵驰援马家堡。沈夜若保下来，宿阳侧翼就多一道活墙。快去！遵命。沈大人，箭快没了。攻守后撤半坡，刀盾和长矛补位，按3-3制守住山路口。他们人太多了，撑到柳芳回援。马家堡骑兵队听令，只切侧翼，不入乱阵。马家堡竟还有骑兵能动，沈夜到底还藏了多少手？撑住，援军快到了。他没有硬拼，竟把柳家剑谱里的卸力步法融进了重阵。将军，柳芳千夫长曾传过他上半部剑谱，上半部只讲招式，不讲阵作，他这是自己育出来的。沈大人，兄弟们快到极限了，再撑一刻。伤兵退2线，攻守压住右坡。南前百夫长，你还能守多久？守到援军来。白玉营，左路接阵，右路护伤兵。沈夜，你小子真撑住了。刘大人，再晚半刻，我就只能拿铁款当拐杖了。
沈烨，先点人，马家堡的兄弟一个都别落下。我带人清点伤员，送去后方一窝。你已经守住了，剩下交给我。将军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样的功臣，本将该亲眼看看。柳方大人天师得手了，北莽粮道被劫，追兵退了，宿阳侧翼保住了。此道马家堡拖住北莽前锋，为主力回撤争得时间。首功当属沈烨和马家堡全军。沈烨领命，请将军把马家堡全军功劳一并记入册中。自然，功不漏记，责不乱推。马家堡全军都在册上。沈大人，马家堡！从今天起，北面一有动静，马家堡、下坡村、铁林堡同时知道。三村信号连上了，还活着？我睡了多久？2日，只是疲惫过度，没有大碍。小叶，你醒了。兄弟们呢？都安置好了。柳将军派人送来粮草和军械，铁牛正带人登记造册。沈大人，你醒了，你可算醒了。大人，柳木人将军亲下军令，着您为千夫长，暂管城北至马家堡3处防线。把赏银粮草先分伤兵和奔王军亲属，再入库。谁敢私拿1粒米1匹布，军法处置。是。奔王数多少？7人。三村青壮不足，不能靠硬拼，要把路变窄，把信号连起来，把人用在该用的地方。若能把虎头山收编，兵员的缺口就补上了。沈烨成了千夫长，马家堡再也不好动了。沈家旧案还没翻出来，他就想查我，那就让京城那边的人也看看这个漏网的沈家厚礼。送出去，记住，不走官印，走商路。行了就好，城北3村从今日起交给你整备。下平村缺人，铁林堡缺兵，马家堡缺时间。你若能把3处连成一线，宿阳北门就稳一半。沈烨领命，3村防线从今日起归一调配。这是柳家简谱基础篇，你能把步法用混活，说明有这个茂性。本将正式准你休息。谢将军。将军，这简谱中步法的核心是否在借势2字？你看一眼就抓到了，比你师兄当年快。简谱谱给了，3村也给了，你那改良强攻的图纸该叫军中备案了。图纸可以交，但城北防线缺人缺甲，还缺巨母、半锁、滚木和信号烟火，要的不少。我要守3个村，不是守一扇门，器械足士卒才能少伤。我需要完整防线的器械配给，才能让改良工在防线上发挥作用。我拨你物资，但高危器械不得私制，全部由军械营统一管。正合我意，我要的是防线，不是乱来。虎头山那170人，若能收编，城北的缺口就补上了。你考虑考虑怎么走这条路。已经在想了。虎头山170人，若能收编城北防线就活了。招安比强攻划算，但路怎么走，要在柳将军给的时间窗口内想清楚。从下铺到铁林，从巨马到信号，每一步都要在1个月内走完。你才醒，今日还要出去？去虎头山不是打，是招安。虎头山当年多是被逼上山的流民和旧族，若用军令压未必服。所以我一人去，带齐去，让他们知道城北3村愿给他们一个归边的名分。那至少带几个亲兵。人多像围剿，人少才像探路。沈烨，虎头山未必信你。我会让他们信军规，也信活路。带着，谭氏也要吃饭。等我回来。沈大人真不带人？招安不是朝寨，带人多了话就难说。准备兵名册和安置册，若虎头山愿归建，要有地方接人。来者何人？城北防线千夫长沈烨。下平村使长严刚参见沈千夫长。大人来此有何军令？借下平村复其义用。我要去虎头山招安。是。大人一个人去虎头山太冒险了。我不是去逞强，是去给他们看3村防线的诚意。那我立刻准备兵名册，还有安置粮册。愿归建的人不能来了没饭吃。铁林堡伤得比我想象的重。住手！那是铁林堡的旗。我是沈烨，奉令整备城北3村，
这面副旗我要借去虎头山招班。李百夫长临走前说过，旗在，铁灵堡不在。我借旗不是拔魂，明日之前，我还你一支能守铁灵堡的新兵。铁灵堡不能只靠10几个青年守一辈子，虎头山若归建，你们就有元首。沈千夫长，您说话算话。以军令作保，铁灵堡等您还旗。等我带人回来。一个人还背着3面军旗，南迁官兵来做什么？我来谈归建。2年前，王虎嫌我们穷，把人赶走。现在你们想起虎头山了？王虎已被降为士卒，旧账会按军规处理。今日我来是给虎头山寨一个证明的旗。凭什么信你？我给你们名册、粮帐和军功册，愿下山者按军规归便，不愿者不强迫。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敢背3面旗上虎头山的南迁军官。虎头山不是不讲理的地方。开门，摆台，迎客。沈千户长，里面说话。马乡绅的问题，军械库失窃案与他有关，已经开始查了，但不是取人性命，是拿证据把他送上公审。马家宝已经拿到他派人偷军械图的证据，你们若有证词就写下来，证据越全，他越跑不掉。3个月内，马乡绅必须被查办，否则虎头山不服。证词今日封存，明日送柳木人将军处，只要证据属实，我亲自盯到底。君子一言，军令为凭。虎头山愿归建城北防线，听沈千户长调度。兄弟们，从今日起，愿守边的随我下山。虎头山170人愿归入城北防线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不是匪，是南桥守边人。但军规要记住，谁敢扰民，我第一个办他。明白。把名册和账本拿来，我看看城北防线多了多少加点。这些装备足够补江3村防线，都是这些年攒下的。虎头山后有铁矿？有，早年塌过一次，后来没人敢开。那就等军中工匠开。粮草装备运往马家堡登记。你随我回营，其余人分2路，到下坪村和铁林堡归便。是。村外有人马靠近，列队先问身份，不许乱动。那是铁林堡的旗。虎头山归建队奉沈千户手之命前来补强铁林堡，军旗为证，名册在此。沈大人没有骗我们，以后修闸巡夜守路一起干。铁林堡守住了。沈千夫长，虎头山这批人若全入册，马家堡可就热闹了。热闹不是本事，守规矩才是本事。人名出身旧案证词都按你说的分册了。好，愿守边的入营训练，有旧案的写证词，犯过错的先补偿百姓，谁敢扰民，立刻除名。明白，我亲自盯着。这些东西真能挡骑兵？能不能挡，看怎么用。3村信号连上了。以后北面一有动静，马家堡、下坪村、铁林堡同时知道。我服了，原来守边不只是拼命，还要有章法。虎头山兄弟明日开始分队训练，你管人，我管规矩。若有人不服，先讲理，再讲军法。1个月后，北莽反扑，城北防线必须像一张网。回来啦！再晚一点，肉就被铁牛闻着味儿抢走了。今晚能吃口热的，算是大胜。沈大人，今日虎头山归建，伤兵名单我也看过了，有几人旧伤拖得久，得慢慢养。药材不够就列清单，军医的话优先。从前我只想着替父亲讨公道，如今才知道，能救回一个伤兵，也是在手边。你留下来，不是欠我，是马家堡需要你。那我就做一个合格的军医。这比什么誓言都重。沈烨，你看这个，我画了联防图。若北莽从西侧绕路，铁林堡先示警；若从北坡压下，虎头山归建队先封路。这图比多一队兵还值钱。京城才女总不能只会写诗。今日就按这图试一次巡防。前哨里有骑兵巡逻，若发现我们怎么办？别恋战，安心好撤。今晚只需看清他们粮车路线。他们往铁林堡方向绕，记下。别动，先让他们看见空营火光。前路有南迁营火，不能贸然进。目的达成，回去改联防图。不打一场，也能让对方停下来。战场上，有时候让敌人多犹豫一刻，比砍倒几个人更有用。沈千夫长，4日后宿阳城举行边军大比，
请您速报练兵进度。城南李成虎也会参加，听说马知府很看重他。告诉柳将军，三村防线已连，虎头山归舰队入侧。大比，我会带人去。将军，沈千夫长回至。虎头山归变，三村联防，这小子动作够快。那大比要不要给马家堡单设一队？练，看看他练出来的是不是纸上功夫。边军大比，不是去争虚名，是去争军械、粮草、军功和三村的脸面。虎头山愿打头阵。大比讲规则，所有人按演武规矩来，擅动者，军法处置。是。侧坡封住了，后路也没乱。这就是大比要比的东西。谁能让更多兄弟活着，谁才是真本事。大人，刚收到消息，有北莽斥候曾从北风镇防区出没，李成虎的人没让我们查。北风镇是马知府的人脉所在，那大比上要接他，当众问，按证据问，让他自己慌。回来了，先喝汤。还是家里的热汤顶用。沈公子，我写了半阙词，总觉得少了点东西，你能看看吗？你写的是乱世漂泊，心里却还有不甘。那该怎么落？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这词像把心事写透了。此事前人所作，我只是借来应景。人活着，不能只困在离愁里。马支书复核战乱户籍，秦连连户籍文书需重新查验。柳将军亲发的户籍和军医聘书都在，你们凭什么带人？哼，手续不全就要随我们回城核问。查文书可以，带人不行。沈千夫长，这是知府衙门的事。秦连连是马家堡正式入册军医，若有疑问，去找柳将军致和。铁牛，派2名士兵护送他们去宿养，顺便把马相杰偷军械图的证词交上去。你规矩面前，谁也别越线。菜活了，冬天真能有鲜菜，有粮有肉，现在还有菜，日子有盼头了。暖桥按户登记，军属伤兵老人优先，能出力的出力，按公分分菜。明日边军大比，我们不是去争一口气，是去给三村争活路。沈大人，这马能跟上你？普通战马不适合硬冲，只适合传令和控场。大比时不逞个人威风。那头名奖励听说是一匹烈马。好马要会驯，不是会伤人。将军，这匹赤霄性子烈，寻常骑手架不住。那就列为大比头名奖励，谁能以规矩驯服他，谁带走。若伤人，不得硬训，以安抚、控江、熟路为准。大比不是斗狠。沈烨不过新升千夫长，带的又是三村杂队。大比按规则来，让他输得明白。城北三村倒真被他练出样子了。南前千夫长沈烨率城北三村参加边军大比。边军大比第一项，力量与攻术，按规矩比，不许伤人，不许损坏军械。沈千夫长，先看老兵底子。一次，23次，北风镇李成虎暂列第一。沈烨，新兵有点样子，不代表你能踩到我头上。大比看成绩，不看嘴上功夫。我按规矩来。30次，50次，70次，力稳气长，还知道收力。91次，沈烨暂列第一。李千夫长，力气比完了，我还有一事想按军规请问。说。前几日北面巡防时，有北莽镇太从北风镇防区出没，我的人请求协查，却被拦在防线外。此事是否属实？你这是污蔑！我有人证、巡防记录和信号时辰。若我说错，愿受军法；若我说对，请柳将军彻查。够了！通敌之前必须查。大比之后，李成虎北风镇巡防记录全部封存，由军法营核验。继续大比。第2项，团队沙场演武。第一战，铁林堡对黑云旗。李千夫长，账可以慢慢算，证据不会跑。演武点到为止，不许逞狠，听清了吗？
铁林堡青年队听令演武，结阵。阵型小，却很稳。黑云旗左翼被判失位1次。好小子，拿训练当真仗打。你们输了分数，但没输军心。铁林堡会继续练。年轻兵能守规矩，会配合，敢扛旗，南前边军就有希望。半决赛第1场，北风阵胜。精彩！李前副长的骑射调度果然稳。刘将军，军务重担压在你一人肩上，确实辛苦。不如城防调度分我马某一半。越界的话少说，粮草也能享军心。将军可别忘了，过冬粮册还在我手里。半决赛第2场，马家堡对战白玉营，演武开始。3息内破伤人，不称狠。白玉营主旗失位，阵眼被夺，马家堡胜。白玉营竟输得这么快！马知府，军权不是靠嘴分的，是靠兵练出来的。决赛见。别以为赢了白玉营就能赢北风阵，那就按规则比，谁乱来，谁输得更难看。轻骑队绕行牵制，耗掉他们的阵脚。大人，他们速度太快。结阵，玄武。退！来风持阵，冲其位！侧翼开口，诱他进来。北风阵主将入围，其路断开。李千护长，你太急了。李成虎失位，马家堡得分。沈千副长，那是大笔头名奖励赤霄，性子烈，不能硬碰。好马不是靠压服，是靠让他信你。赤霄，城北要打硬仗，愿意跟我就一起守边。驯了匹好马，也未必赢。马是伙伴，不是炫耀的东西。北风阵旗位在师，马家堡总分领先。李成虎越界1次，扣分。边军大比魁首，城北3村，马家堡沈业。好，会练兵，会控阵，会守规矩。沈业当得起这个魁首。大比赢了又如何？粮税大印还在我手里。今晚马府设宴，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来。按军规，本次大比魁首，马家堡3年免粮役。标下替马家堡谢过将军，但城北3村如今同守一线，若直免马家堡，军心不齐。标下恳请将马家堡3年改为3村各免1年。沈千副长爱民如子，可这3村粮税不归军中一笔算，铁林堡缺口谁补？本将军费，不过免税折子还要盖知府大印。今晚马府备宴，沈千副长若来，印我当场盖。马知府拿3村百姓的口粮做条件，只是请你吃顿饭。他这是逼我入局。密探急报，7日后北莽将出动大军压境，宿阳需要城北防线拖住他们，3村必须吃饱。所以这枚大印，我必须拿到。去马府别冲动，拿印留证据。明白。今晚这顿饭我吃。记住，拿到大印就走。城外军户节衣缩食，马府倒是不缺灯油。话留在心里，证据拿在手里。尊客到访，请入座。听闻沈千夫长力气超群，不知头脑是否轻巧？马府宴席是比军务还是比嘴？哼，客随主便。吕三想和沈千户长比一局推盘，赢了，大印马上盖。沈千夫长，请。沈千夫长，光有力气可不够，巧劲讲重心，你骗得了手，骗不了盘。竟然稳回来了！吕先生出圈，沈千夫长胜。好，沈千夫长果然沉得住气。大印拿去。沈千夫长，1万两白银，外加300匹粮具，
只要你把赤霄留在马府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条件这么轻，一匹马换3村富贵，不亏。马知府不是想要马，是想断城北防线的腿。马知府，银子很多，但买不了军心。沈烨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你有300匹良驹，却舍不得送上防线；你有满仓良策，却拿3间口粮要挟。这样的富贵，我嫌脏。赤霄是守边战马，不是马府摆设，千金不换。沈烨，你今日走出这个门，以后粮草文书处处都得走规矩。那就走规矩，软的不吃，就让京城旧案来压他，送去京城相关人手里。就说沈家旧案还有尾巴，已经在宿阳成了气候。7日后，北莽大军压境，你只有城北3村和归建顿，宿阳主力一时抽不开，城北至少要守3个时辰。人在阵在。乡亲们，3村各免1年粮役的大印，我拿回来了。有粮了，这个冬天有盼头了。但北莽反扑将至，免粮不是让我们躺着，是让大家有力气守家、修栅、运粮、巡夜，暗测分工。听沈大人安排。城北3村拦了我们2次，他们兵少，只要压住3村，宿阳侧翼就开了。7日后，直压城北防线。柳将军命我送来传信竹笛，宿阳方圆内吹响，信鸽能直达将军府，替我谢将军。另外，城北防线需要木料铁索、油布和信号火盆，越快越好。已经在路上，高危器械由军械营统一管，你别乱碰。我要守线，不是惹事。怎么吃的这么简单？将士们备战辛苦，我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我们在家做活少，吃热的就够了。省可以，但不能伤身。家里也要稳，前线才稳。我按军属、伤兵、巡夜队排了口粮优先级，不会乱。有你们在，马家堡才像个家。敌强我弱，不能靠蛮力，要靠信号、巨马、轮换和人心。7日，够我把这张网织紧。战场上，快不难，难的是该停就停。好马。怎么不叫人？只是磕了一下，账册还没理完。先坐下。我来处理。沈大人，你别乱碰伤处。听军医的。屋顶有人。上面的人下来。马家堡夜间军械房，擅入者按军法问话。抓住了，身上还有马府的短贴。马乡绅送完信，又派人摸进军械房，证据越来越齐了。这回不用等他伸手了。沈烨，他说是来送信，可人都摸到军械房了。我只是拿钱办事，信送到就走。马府让你查军械图，还让你看3村布防。他们说拿到图就能换一条路。路不是这样换的。你现在有2条选择，一是按军规交代清楚，2是等马府把所有事推到你身上，封存登记，明早送柳将军过目。别误会，我来接我妹妹。姐，你也替马府跑腿。我们姐妹只是江湖信使，马府给银子让我们查军械房和联防图，可他们没说这是边防居务。军务不是买卖，马府敢伸手，我就敢把证据摆到将军府。这事儿我们认，信银票、接头、地点我都能写下来。好，写证词，按手印。你们愿意作证，卫所可以暂时护你们周全。这就能扳倒马知府？扳不倒，也能撬开他的第1层壳。马府不止找了我们，他们还让人盯着3村煤仓，说只要冬夜一断火，3村防线自己就乱。煤仓？城北旧煤厂还有一批官煤，原本该拨给边村，马府压着没放。那就一件一件查，先护村，再查账。沈前副长，柳将军批下来的守防物资，全在这儿了。够了，聚包设外口，铁索封窄道，油布护粮仓，火盆做信号，还有急报，北莽先锋提前南压，离马家堡不足30里。
慌什么？三村联防不是摆着看的，老人孩子进暖窖，青壮守信号台，其余人搬粮封仓。不用硬拼，把路变窄，把马谡压下来，把粮仓补住，拖到柳将军援令道。让他们急，让他们乱，让他们找不到突破口。对，城北能不能稳，不靠城勇，靠规矩和章法。你真不怕？怕有用吗？马府若知道我们作证，会反咬你私藏江湖人。你们现在不是江湖人，是正人。证词封在将军府，谁动你们，谁就是动军务。点第一处信号，让所有人知道敌情到了。这像不像一张网？就是网。北莽先锋想快，我们偏让他慢。记住，第一信号指示警，第二信号收锁，第三信号放弃外仓，保人不保物。你把主路让出来，却把每个转弯都卡住了。他们进来容易，出去不容易，想转向更不容易。可他们若强冲呢？那就让他们冲进空村，粮仓、人手、火盆信号，全在内线。这不是一场硬仗，是拖字诀。拖住，就是赢第一步。前方村寨，开路！停了，真停了！别出声，让他们自己判断哪里有伏线。收缩内线，今晚不让他们进粮仓半步。他们急了，急就会乱。这招真损。这是省法子，不是城狠。人都撤了，仓也是空的。撤到2线，让柳芳接应。今晚先拖住他们。粮够，菜够，柴草勉强够，可煤炭少得厉害。冷上几夜，暖灶和标元坊都撑不住。我知道城北旧煤厂，马府原本该拨一批官煤给三村，后来被压在旧厂，没有入册。有凭证吗？马府短钱上有北旧厂3个字，银票记号也能对上。那就去搬。不是搬，是按军需调取，带文书，带账册，带证人，谁拦谁担责。旧煤厂离北莽巡路近，真碰上怎么办？不恋战，不逞强，煤是救人的，不是拿来争气的。你跟传闻不一样。传闻说我是莽夫，现在看，你比马府那些人清醒得多。出发，天亮前把该给三村的煤运回来。前面就是旧煤厂，左边有废井，右边是旧官道。你倒是熟。跑江湖不记录，早饿没了。少说闲话，先看封条。马府压着官煤不放，证据又多一条。这里写的是拨往三村暖窖，却没盖发放印。装车，账册带走，丰田留样。北面有巡路火光，北莽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先撤。没车走旧官道，我断后。你一个人？我守路口，不主动冲突。你们把煤送回去，就是最大的功劳。是。南前边军调起官煤，文书在此，无关人等不得靠近军需车队。沈烨，车队过来了。走。明明能硬来，偏要讲规矩。讲规矩，才站得住。夜路冷，药包贴在内衬，不许挺枪不用。我记着。路上吃，外头再急也别空着肚子。嫂嫂放心，我是去护煤车，不是去逞威风。
你每次都这么说。这次有文书，有证人，有账册，马府越拦，越说明他们心虚。按你的意思，去掉多余棱角，重心往后挪了半寸，更稳，也不伤自己手腕。顺手，不弄那些吓人的尖刺了。兵器是手边用的，不是吓人用的。稳、准，能控住场面就够了。这话像个带兵的人了。第一批官媒回来了，暖窖和伤员屋能撑住了。马府账册、旧煤厂账册、短贴，3样能对上。明日送柳将军，今晚先把煤分到3村，按老人、伤员、守防点优先。那马府呢？马知府若还要伸手，就让他自己把手伸到证据上。马府押煤、查军械、盯3村布防，3件事连上了，但还差他亲口露出破绽。不用急，3村活下来，他就急了。我和白曜愿意作证。证人暂由将军府保护。沈烨，你继续守3村，马府这条线，我亲自盯。多谢将军。昨晚还担心冻一夜，今天炉子就忘了。沈千夫长把官媒要回来了。不是我要回来的，是3村本来就该有的。每日用煤登记，不能私藏，不能倒卖。谁家真困难，先报给李正。听沈大人的。沈千夫长，柳将军请你即刻去将军府，马知府也去了。他坐不住了。他不是坐不住，是想拿户籍和粮册压人。你去吗？去。账册在手，人心也在手，该轮到他慌了。城北3村撕掉官媒，扰乱府库旧账。沈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旧煤厂账册写得清楚，官媒本就拨给3村暖窖，马大人压着不放，才是旧账不清。账册潮湿残破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还有马府短贴和银票记号。马府管事让我们查3村军械图，还让我们确认煤厂丰田是否仍在。银票是马府给的，接头地点也在马府后巷。2个江湖信使也敢污蔑朝廷命官，所以我没让他们私下说，我让他们在将军府说。马大人，此事本将会呈报上级军府，按位明前3村粮煤不得再由马府单独扣押。沈烨，你以为几本账册就能动我？我没想动你，我只想让3村活。你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那就一日一日护。好，那本官就从户籍查起，看你沈家那几位到底有没有资格留在马家堡。马知府要查户籍，我们的安置文书都在卫所登记过。若他故意刁难呢？文书齐，证人齐，军功担保也齐。他刁难，就是把自己往案子里送。那我们做什么？把所有安置文书分粮册，做工登记，全抄一份，越清楚，越没人能乱扣帽子。这些都是我记的，谁领粮，谁做工，谁照顾暖药，都有名字。还有军属照料册，我这里有伤员照护记录，我有巡防训练名册。马府想说你们来路不明，就让他先看清楚你们为3村做了多少事。北莽先锋被拖住，但主力开始转向城北，将军要你去一防。还有，马知府也在将军府，他带了户籍官，护好家，也护好这些文书。放心，走，今晚不止一防，也该议议马府的账了。沈烨，北莽主力今夜可能再试城北，你有什么法子？3村暖窖已经能稳住百姓，下一步把暖窖法扩到城南屯田地，耐寒菜、杂粮苗、热水沟3项并行，军民口粮能多撑一线。古籍暖窖法是，不是凭空变粮，是靠人手、地气和守规矩的调度。
说的好听，钱粮从哪儿来？先从被压下的3村官媒、粮差旧账查起。沈夜，你家中几名女子，本官要重新核查。若安置文书有半点不合规，全部全出马家堡，另行发配屯田营。查可以，按规矩查，当堂查。大人，沈家几位的安置文书、军功作保、做工登记，都齐，齐不代表真。这是他们在3村做过的事。马大人若说假，就请指出哪一笔假。沈夜，你别忘了，宿阳府的户籍良册还在本官手里。马大人也别忘了，旧煤厂账册、马府短签、银票记号，如今都在将军府。你少拿几本旧账吓唬本官。宿阳府的良册、户籍仍归府衙管，所以我才要当堂说，边防当前，良册、户籍不能成私人拿捏百姓的工具。把3村户籍、旧煤厂账册、分良册一并封存副本。战时军务，本将有权调阅。查清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动擅动村户籍。柳将军，这是要越过府衙，不是越过，是共查。马大人若问心无趣，应当最判账册清楚。第一笔，官媒拨给3村，却未入3村库，请马大人解释。旧账混乱，本官自会查。第二笔，马府短信上写着查军械图，这也混乱。今晚先守城，明日辰时，本将与府衙共同开账。好得很。沈夜，咱们走着瞧。不用走太远，下一本账我会亲自付。城北今晚压力最大，我再调200骑给你，归你临时节制，只守不追。人在，防现在。北莽主力已经动了，那就让他们看看3村这张网，不是谁想踩就踩。这是西蜀旧令，若你在北路遇到宇文爱，把这个给他看。宇文爱，我旧日故人，单令兵，他带一支西蜀残部往宿阳方向来，可能会被北莽散骑截住。先吃一口，再走。放心，我先守城北，若遇到他，会违规接应。他脾气硬，不轻易信任。硬脾气好，能守阵的人脾气都不软。柳将军给的200骑到了，粮仓也封好了。骑兵不下坡，只做接应。张冲守2线，白宁、白妖盯旧官道。先让空村消耗他们，再用信号引他们绕路。今晚目标不是争胜，是让百姓睡得安稳。你这打法不像莽夫。莽夫活不到守城的时候。急报！北莽前锋人数比预估更多，至少1万，正在往城北压。1万？咱们才多少人？人数多，走得也慢，让外线全部收回，空仓留给他们，火盆只量内线。你要放他们进来，放进一段，看清他们怎么走，再关门。传令，3村入夜归门，所有人按图退守。他们真进来了。别急，他们扑空了。越扑空，越会怀疑前面还有陷阱。若他们分兵绕侧翼呢？已经有人往旧管道去了。点第3处火盆，给他们看一条更容易的路。那条路通旧煤厂，路窄车多，骑兵展不开。对，我们不跟他们硬碰，只把他们带离粮仓和百姓。撑住第1轮了，别松，天亮前最难。沈千虎长，铁灵堡方向求援，北莽有一部偏师逼近联防点。我带200骑去接应，你守住3村，只守不追，我记着。沈大人，外线守不住了，但人都撤回来了。人回来比骑重要，骑我替你们带回去。可北莽偏军还在压境，让路，留空营，就辎重全撤，火盆照亮，让他们以为这里还有粮。又是空的！万府长，南前人一直在拖路，他们想拖到援兵来，绕侧翼压马家堡。路被封了，拆！
他被卡住了。现在递话，前方道路已封，继续强行推进，只会误入血壕，后撤可留生路。沈烨，城北百姓不在这里，你想打就先想清楚能不能走出去。夺我赤霄的人，赤霄是柳将军赏下的战马，如今归南前军籍。你若有异议，等战后按军礼交涉。战场上讲理。正因为是战场，才要守令。你退，我不追；你进，我封路。撤3里。他退了，不是怕，是在等下一次机会。外仓丢了些空袋，巨马坏了10几架，人都没事。我和白样记下了北莽偏军的旗号、人数和行进路线。好，送柳将军。我们这算房钱吗？算证人立功。等案子清了，按规矩记。规矩真多，规矩多，才没人能随便吞你的功。沈前副长，北莽主力暂退3里，柳将军命你连夜上报守防损耗，我们守住了。守住第一夜，不等于守住城北。修举队，画铁索，明早公布功劳册，让每个守防的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没有白写。昨夜损坏巨马17架，铁索3条，粮仓无损，百姓无损，轻伤20余人，军医都处理过了。把守防、搬粮、护暖轿、修巨马的人名都记上，功劳不止在阵前，也在每一双撑住3村的手上。报！城北3村守住第一夜，北莽主力暂退3里。沈烨用空村铁索、信号火盆拖住了他们。好，没贪功，没追击，知道守城第一要义是保人。将军，要不要赏？赏，更要给他人手。城北3村不能只靠他一个人撑。3营、护村营、运粮营、修防营全部登记造册，军府拨粮，不许私募乱兵。给沈烨，让他筹建，让军府备案。送去马家堡，告诉他，能守住百姓的人才配带更多人。柳将军令，准沈烨筹建城北3营，护村、运粮、修防，所有人员登记造册，粮饷由军府备案拨付。不是乱招兵，是正经3营。传下去，报名先验级，再分工。会重架的进修防，熟路的进运粮，身强的进护村。柳将军还说，3营若乱，第一个罚你。该罚，带人先要守规矩。人倒是不少，可会带队的太少。真要成3营，缺教头，缺管账，缺队正。你们打仗靠沈烨，练兵不能也只靠沈烨。千军易得，能立规矩的人难求。我倒听过一个人，西蜀宇文爱，练兵厉害，脾气也厉害。苏凤林说过他。北路不太平，那就按规矩带人接应，能说清身份，就护他入城。苏姑娘说，宇文爱带西蜀残部在北路遇阻，正往宿阳靠近。这不就是县城教头？先别想请人，他若真遇阻，先接应。大人，前面有行军痕迹，人数不多，但队形很稳。应该是宇文爱的人，先放信号，不要进入。有回应。来者报身份。南前边军沈烨，受苏凤勇所托，接应西蜀旧友入宿阳。凤林还活着，在马家堡，平安。队列松、齐雨曼、贾巨杂，你就是传闻中的沈烨？传闻有真有假。城北3营刚建，正缺人指出毛病。你不怕我说的难听？怕难听，就练不出兵。要我入宿阳可以，先让我看你的名册、粮册和军规。都带了副本。行，若你的规矩撑得住，我帮你练3个月。护村营青壮多，修防营老手多，运粮营熟路人多，
分工不错，那是沈大人定的。但对证不够，号令太散，粮草交接还缺双人负责，所以请你来。我还没答应。第一件事，放下乱七八糟的称呼，护村营就是护村营，运粮营就是运粮营，修防营就是修防营。这姑娘真凶。我听得见。从今天起，宇文爱暂任三营总教头，所有训练、队列、旗语听他安排。暂任2个字去掉，练不好我随时走。看来请你来是请对了。别高兴太早，三营底子弱，想成军至少要过3关：队列、粮路、夜令。多久？7日。北莽不会给我们7日，那就3天。哎，凤林，你托付的人还算靠谱，他嘴硬，心不坏。我还在这儿。正好，你的三营我要重排对证。给你权，但名单要备案。成交。第一令，听旗不听吼；第二令，粮车不离护卫；第三令，夜里不许擅自离队。预备！这才像个营。还早，能站队不等于能守阵。沈大人，将军府急报，京城巡边御史已入宿阳，带着马知府递上的诉状，说要查你私调官媒私设。他还敢告？会打仗还不够，还得会过账。那就让他查。官媒有账，三营有令，百姓有人证。下一场不在雪地，在公堂。沈烨，马知府告你私调官媒，私设三营，战时边地，罪记军令不明，你可有话说？有，官媒有拨付旧账，三营有军府文书，百姓有人证。嘴上说的好听，账在哪里？都带来了。我愿作证。马府曾让我查三村军械图，也让我确认旧煤厂丰田。一介江湖信使怎能作证？所以还有银票记号、短贴、旧煤厂丰田留样3样互证，先记入案。即便官媒有旧账，私设三营也是大忌。三营由军府备案，护村运粮修防3项分明，不是私兵，账册可查，三营也查。明早本官亲赴马家堡验名册，看粮饷，查军令，请御史当众查。若查出半点虚报，沈烨，你担得起吗？若查不出，马大人也该解释3期官媒为何多年未发。明日马家堡公查，先查官媒。旧煤厂拨给3村的煤共300车，昨夜调回第1批，全部按老人、伤员、暖教守防点分发。我家领了半筐，按了手印。我在暖教守夜也登记了。这些女子也是马知府诉状里说来路不明的人，他们都有安置文书，也都在三村做事。我负责伤员照护记录，我负责军属照料册和分粮核对。字迹清楚，入项明白。做事不代表户籍无误，那就按文书查，不按猜测查。听其令，换位。三营各有分工，确非私兵，可西蜀残部混入边军，身份更可疑。我有归附文书，也愿入南前军府备案。西蜀旧部流落北疆，多数已无归处。宇文爱带人投奔宿阳，是为协助守边，不是另立旗号。这是残部名册，愿先编入运防营，受军府管制。人数、籍贯、去向写得很清楚。三营所有人一律登记，一律领军府粮，不私收，不私放。西蜀旧部善战，一旦生乱，谁担责？我担我手下的责。若他们违令，我第一个请军府处置。我担三营主责，将军府也备案担保。好，西蜀旧部暂编运防营，3日一查，7日一报。这关过了，只是第1关。马知府不会就此罢手，他越急越容易露底。有人去报信了，他往北1走，不回马府。别靠太近，我们现在是证人，不是私下动手的人。看见了，通知巡哨，战时北路文书一律查验。我们只是运货，那封刚收的信也算货。写的是城北三营人数和粮路。马府这回手伸得更远。这封信若坐实为马府所出，
就不是账务纠纷，而是泄露边防，传马街府。不用急，他一定会说是下人思维。那就查印泥、纸张、递信人。照办。明日封查马府文房，一封来路不明的信，就敢查本官府邸，战时边防，疑点必须查清。纸张、印泥、折痕，都与马府文房相近。相近不是相同，所以查，不是定罪。御史大人，这册子记录了三村粮路、煤路和守防人手，为何府衙会有如此细的守防人手？若为调粮，记粮路即可；若连守防轮换都记，就不寻常。封存，沈烨，你真要把事做绝？我只把账做清。账清了，人情就没了。边关百姓活着，比你的人情重要。你以为只有本官在看你？马府文册中却有城北粮路、煤路守防轮换细项。马知府解释，府衙统筹粮草，自然要知道。那为何只记三村不记全城？为何记录时间正好在三村联防成型之后？马府粮册户籍暂由军府与府衙共同监管，这算查清了吗？还差马府与北路商队的往来账。商队背后可能有北莽探子，没有证据前只能说可能。明白，我会让三营守路，不会私下抓人。你若一直这样守规矩，很多人想挑你的错也挑不动。战士入城，文书。北路商队运皮货。沈烨、三村、三营、南前边地，竟真出了这样的人。先去看那支新营。一群临时拼起来的边村人能有什么样子？闭嘴！看齐。不像新兵。不，他们就是新兵，可规矩立得快。运粮营、护车换位、修防营、补装、护村营、外线收缩。慢一点不要紧，别乱。3日内能到这个程度，已经不错。不够，北莽不会等我们练好。所以今天练夜令。公主，要不要把消息送出去？先不要。为何？只看表面会误判。我要知道沈烨靠什么让这些人听他的，不是靠下，是靠人心。报名的人越来越多，粮压得住吗？压不住就停招。三营不是越多越好，是能养、能练、能省。这一点你比很多将领清醒。人不是数字，招进来就得对他们和家里人负责。山丘上有人盯校场，像北路商队的人。三位看了半日，也该报个身份。我们只是路过。战时边防没有只是路过。文书：北路商队完颜月，北莽姓氏。北路多族混籍。沈大人若怀疑，可带我去将军府验文书。好，按规矩来。我看了你的三营，不像传闻中只会成勇。传闻本来就不可靠。若北莽真来，你挡得住吗？挡不挡得住，要看粮、路、人心，不看嘴。有意思。带走，验文书。文书是真的，但北路商队最近与马府往来频繁。商队做生意，往来府衙不奇怪。那你去马家堡山丘看三营也不奇怪。好奇，好奇到战时边防，所以我愿意留下等查。人暂留驿馆，不得靠近军务区。三营暂缓扩张，先练现有的人手。家中独子主要劳力，不得强征。报名自愿，军府备案。沈大人，这是怕我们家里没人种地。守城不是把所有人都拉上阵，有人守防，也得有人种粮、修教、运煤。你这样反而更能聚人心。沈烨暂停扩张，主动献援。这不像私设军权，倒像怕军权失控。所以我才敢把三营给他。报，北路驿馆发现马府旧管事踪迹，疑似与商队接头。带人查。信给谁？只是普通赏写。上面写的却是三营夜令、粮车时辰。我不知道这封信，所以你更该说清，你和马府是什么关系？我确是北莽贵族出身，但现在以商队身份入宿阳，马府的人想借我商路递信，我没有答应。证据。这是我准备退回马府的信，我写得很清楚，商路不碰军务。
字迹、纸张、时间都能验。封存，完颜月暂留驿馆等查验。可以，但我有一句话要说。你以为北莽只是想打宿阳？不，有人在给他们递路，有人在等你们内论。马府只是其中一只手。3日内，北莽会试探3营夜令，若你的3营乱，他们就会真正压上来。多谢提醒。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不想被人当棋子。那就看3日后，谁才是棋子。